Hello，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这次的日本跨年连假，我们来到法国巴黎。一直以来都觉得法国料理超级贵，随便吃就要几千块台币，甚至破万。这次我们就实际来到巴黎5间非常高人气的餐厅，实际看看吃下来会花多少钱吧。哇塞！这么多人在排队，应该都是亚洲面孔，结果还好，当地人或是其他的欧美人也在排的感觉。时间点还不错，其实排很快哦，马上就快要轮到我们了。运气好，耶！突然一个瞬间就可以进去了。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 Bouillon Chartier Montparnasse。这是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平价餐厅。最早是为了让工人和劳动阶级都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喝到营养的肉汤，一直到现在价钱都还是非常的亲民。这里提供了很多经典的法式料理，像是瓜牛、油封鸭、红酒炖牛肉。主餐的价钱也非常的亲民，就算最贵的主厨精选牛排也只要13欧多。而且菜单下方还有注明都已经含服务费，在结账的时候不需要额外再加。菜单上密密麻麻的，真的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选，只好凭直觉选择最想吃的油封鸭看看。虽然外表看起来有点普通，但真的是非常的香。外皮的部分非常的酥脆，里面却非常的软嫩，调味也还蛮刚好的，非常自然，不会过咸。配上马铃薯一起吃，整个很刚好。在这里我们还挑战了法国名菜烤瓜牛，没想到吃瓜牛还有专门用的工具，还蛮有趣的。味道上其实有点像是烤田螺，但是更有口感一点。吃下去的感想？口感没有到很嫩，因为它是嫩，没有到脆的那种嚼劲，但是嫩的。然后它的酱我觉得调得不错。酱是什么口味？青酱？应该就是类似青酱，但我觉得蛮好吃的，你可以试试看。不要。鸡蛋蛋嘛。全部吃下来，最后结账金额是41.1欧元。还好，来对时间。要排的超夸张，排超长的。要吃的话要早一点来排。早安。早安。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塞宫。好了。从凡尔赛宫回到室内之后，我们来到第2家餐厅，走的同样是亲民价位，但更特别的是，这间号称是巴黎最美的平价餐厅。Bouillon Julien。整体装潢虽然非常漂亮，但是位置一样是变小。虽然没有到并桌，但是几乎也差不多了。有看到的比例呢，好漂亮。这里也有提供英文菜单，不过很多专有名词和菜名都是直接用法文，要稍微看一下解释。巴黎的服务生虽然说不上是亲切，但也不会态度不好，是个非常不错的距离感。在这里，我们再次尝试了一次烤花牛，
还是觉得吃不大懂。花牛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味道，主要是旁边的酱味道比较浓郁。感想？我觉得昨天比较好吃，为什么那一口感昨天比较嫩一点。那这个偏脆吗？这也没有脆，就是没什么太大的口感。另外还点了来到法国最想要吃的洋葱汤，因为是冬天，整个非常期待喝到热汤，但温度上好像没有很烫，还有一点点偏咸，不过还算可以接受。法国牛肉汤。招牌肉汤是这里最代表的菜色，有点像是巴黎版的牛肉汤。它是没有咸味、没有酱油味的牛肉面的味道。牛肉面去掉酱油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在这里吃到最满意的应该是这道法式白酱炖小牛肉。法式白酱整个非常的浓郁，小牛肉也非常的嫩。最棒的是下面还有附白饭，这个酱直接拌在饭上吃，真的是很不错。最后的甜点我们点了烤布蕾，只要3.4欧，台币150块有找，真的是超级好吃，分量也不会太大，2个人吃刚好。有来的话很推荐可以试看看哦。排队哦！哇，这真的是会排很久，预约比较好。走吧。刚好他进去，借我拍一下。我要不便宜就是了。吃过2间平价法国餐厅之后，我们特别安排了一间非常经典的法式小酒馆 Les Antiquaires. 位置就在奥赛美术馆附近。虽然整体的价位比较高一点，但是用餐体验真的是非常不错。好像我们找到很多间都是亚洲人居多，日本人、韩国人好多。现在旁边也是韩国人，所以我们点了一个鸭胸、鸭肝，还有一个红酒炖牛。入座后到点餐到上菜，整个速度都非常快。更贴心的是，他们在点餐的时候就有询问前菜到主餐是要照顺序上，还是可以一起上。坐下来，马上就上菜了，哇，10分钟不到，赞，这个速度赞，可以的。现在这个鸭肝好，这么大一块。外面给我手机看一下。好开心！哦，哇哦！好开心！哇哦！是不是很屌？它喷汁哎！在这里吃到的鸭肝，应该是这一次旅行中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道料理。鸭肝表面煎的稍微带一点点脆，但咬到中间的时候又非常的软嫩，鸭肝浓郁的香味直接在口中爆开来，再搭配上烤好的西洋梨，整个真的是超好吃。主餐我们点的是鸭胸和经典红酒炖牛肉。接下来是他们的红酒炖牛肉，是这间店最受欢迎的一道菜。红酒炖牛肉是这间小酒馆的经典菜色，网络上有非常多人推荐。他们使用的牛肉叫做奥布拉克牛，整个炖得非常的软嫩，鸭胸也非常的有水准，但是整体的冲击还是没有超过前菜的鸭肝。很好吃哎，这道肉真的很好吃哎。
对了，它的酱料比较甜，但口感不错。最后吃下来的结账金额是95欧元，虽然价位是前2间餐厅的1倍多，但想在巴黎来个难忘的用餐体验的话，非常推荐哦。户外它有给你毛毯，但其实还是蛮冷的，所以还是蛮推荐先预约，然后坐室内的位置会比较好，还蛮推的吧。只是不能算便宜啊，可能就是中，这样我到中高吗？可能也没有，就是中价位。对。要去买我的 Jelly Kit， 要去买我的 Jelly Kit。1月1号没开，有个它脚架是1月1号没开。你可以，好可爱哦！你是什么？我要买那个药牌那么长的。这边这是它的限定系列，大家看多少钱？哇哦，哇哦，这个也要一个要40块。我还没有那么疯啦，我只觉得很可爱。而且我其实想要的是就是其他的系列，所以这就是来看看开开眼界就好。在巴黎，除了法式料理之外，也有很多不同的美食选择。靠近圣心堂附近，有一间号称巴黎最难定位的完美意大利餐厅。没有早一点点来，但是其实跟昨天一样，都是在排队。Have a great time. Good. 364 364 Top 4。哦，綺麗。好漂亮。364 364 yeah. 尤其是顶楼的装潢走的是森林系的花园风，在这里打卡拍照整个超级美。店家有提供纸本的菜单，也可以直接扫 QR code， 有各种语言，加上照片，整个非常好懂。这里面所有东西啊，盘子什么的都好漂亮，好可爱。上菜喽！我就问，只有这3个小小放这么大一个盘子给我干嘛？这个看起来也很不错哦。最推荐的料理就是他们的黑松露意大利面，光是看照片就非常好吃。它的黑松露加的非常非常多，整个香气十足，加上面本身是宽面，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配上牛排，2个人分着吃，真的是很刚好的组合。有嚼劲，但是没有到非常的al dente。前菜的黑松露炸饭团里面有包起司，虽然只有小小的3块，但每一口都非常好吃。它吃起来超嫩的，看起来虽然没有很多汁，但其实里面非常的酥性，然后是那种放着也会很好吃的那种感觉，都很不错。这个是有点像青酱味道，接下去两个还蛮搭的。来到意式餐厅，当然不能错过甜点提拉米苏。店员会直接抱着整盆提拉米苏来到桌边，直接用大汤匙挖到客人的碗里。Yeah, it looks so delicious. Jessie， 看起来超棒。它起司味很足够，然后里面还是吃得到咖啡味道，可是它不会整个太大人味，它算是小朋友也会喜欢吃的口味。原本以为只是一间普通的完美餐厅，但没想到食物居然这么的好吃。价位上虽然不算非常便宜，但以整体的用餐体验来说，算是还可以接受。我觉得还不错，
觉得还不错。这一间可能是现在吃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好吃的一间，可是它是意式料理，不是法式就对了。口味上应该就是符合大众期待的感觉，可以来看看哪一家店，然后记得要先预约，真的是排队排很长。这个就5块钱。还有我们刚刚买的甜点，在左岸吗？左岸的一个甜点店买的。啊，还好看，很漂亮哎！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蛋糕，但是感觉很漂亮。下面哦，其他是塔。OK， 来试试看。刚刚吃的最上面这个小泡芙，它这个就是一个一个都是泡芙，然后这个超级好吃的，然后重点是这里的奶油，这个也有味道。那最后一天我们要去罗浮宫，最多人的罗浮宫。昨天经过附近人真是爆炸多。哦，在这里。Whoosh！ 在金字塔大厅找到这个倒三角金字塔这边，这里也是有一个罗浮宫的入口，而且这里也不会冷。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好不好？阿拉比亚咖啡旁边，泡泡玛特旁边。不是这个，蒙娜丽莎。这超美的啦，美翻，哇，超美的，先去看蒙娜丽莎。要等人家爆炸多，在这里看到，哇！听说这间巧克力店很有名，它是什么？咖啡厅。咖啡厅很有名。巴黎旅行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左岸走走。这次来到的是非常有名的 Les Deux Magots， 因为是过去艺术家、哲学家、作家的聚集地，有着悠久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左岸观光客非常喜欢的店家之一。这里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 Old Fashioned Hot Chocolate 传统热巧克力，会直接上一整壶，可以慢慢喝。好浓哦，而且带苦。每日甜点的选项也非常多，他们会直接端到桌边，让客人慢慢看着选。就算不知道每一个甜点的法文，还是可以选到自己喜欢吃的。这样可以转过来给我看一下。很巧，很巧，很绵耶，是绵的耶。虽然说价位算是蛮贵的，和正餐几乎是差不了多少，但在左岸喝咖啡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旅行中难忘的体验。这次的下午茶吃下来一共是51欧，真的是体验一次就够了。这次来到巴黎，吃到很多以前只有听过名字但没有实际吃过的法式料理。每个人口味不一样，不能断言好吃或是不好吃，但也算是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如果想要来寻找巴黎美食的话，记得可以去吃看看那间意式餐厅，真的比较好吃。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咯，拜拜。19。